好，那我们今天画一个比4尺4开稍微要宽一点的一幅作品。今天画一个带瓶子的啊。来，我们大概的来构一下图，好吧？来构一下图。墨里面加点点水。我是这样习惯，每天就盘子都是干净的，重新倒的这个颜料呀墨。我找了好几朵这个很漂亮的花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写生。比较宽一点的，这个是52，这边是52，这边是69。用4尺的纸可以裁成2张，还多了一点点啊。用4尺的纸可以裁成2张，然后还多了一点点。好，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然后我们这样子可以安排画一个瓶子，带瓶子的牡丹花，好不好？可以画2个瓶子，一个高一个矮啊，一个高一个矮。这边旁边用一个高和一个矮的做一个对比啊，一高一矮，它也形成了一个对比关系。这里下面可以稍微的收一点点啊。这上面画牡丹，这个上面不一定画牡丹花啊，这上面你可以画其他的各种花都可以啊，画有2、3支，基本上到顶啊，那这边它形成一个高的，这边是高的，我们这边就画一个矮的，跟它形成一个对比关系，好不好？好，这边这个矮的我们就大一些，圆一些，然后这里我们就画牡丹花，1朵。2朵、3朵，我们要看这个纸上能画下多少朵，不是说我们现在说多少朵就是多少朵，我们待会儿根据我们的画面啊，看一下我们能画多少朵就多少朵。如果说只能画下2朵，我们就画2朵啊；画下3朵，我们就画3朵。反正这里是一堆花，这里它也可以。如果说这个空间刚好留的不好看，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些其他的小花，搭配一下。叶子的话，少许的叶子，加少许的叶子啊，以花为主啊，来一点点这个小叶子作为一个点缀啊，绿色的叶子做一个点缀。然后我们可以想要画的比较现代感一点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瓶子画的比较把瓶子画的现代感，整幅作品它就会显得很现代感，好不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画的比较这个古典，比较什么各种，不是斗方，比斗方要小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就是斗方了，不是斗方，是这个长方形的69乘以52，你们可以用4尺的纸，去裁成2张，还要多一点点啊。来，我们找一些花来写生，反正我这里找了好几朵这个好看的花，要不我们先来画一下这一朵，它是一个芍药啊，这一朵它是一个芍药。好，这朵花看到了没有？好，来分解一下颜色，好不好？亲爱的家人们，来一起分解一下颜色。来，藤黄、鹅黄、玫瑰红、胭脂，我看一下啊，藤黄、鹅黄。玫瑰红、胭脂，也可以哈，也可以的哈。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写生，先来写生这一朵花哈，颜色。底色的话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藤黄、朱砂、赭石、胭脂3青，赭石加上紫色，其实它是偏胭脂一点啊，不用加紫色，我觉得。来看一下什么颜色，藤黄、鹅黄，交叉是要用一点，要用交叉，赭石、胭脂。胭脂啊，辅助颜色我们用一点这个交叉，赭石写多了，
看一下还用什么颜色，还要不要什么颜色？就这些可以了，就这些颜色就可以了哈。第一朵花，来，我们一起先来调色哦，先来调色。来把这个先调底色，底色是这个，底色是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胭脂。那今天这一朵偏浅的颜色，我们把这个底色调浓一点啊，颜色也要调深一点，这个是关键啊，亲爱的家人们。来，我们开始调色啊，开始调色。好，这个是太白、三绿和胭脂，调深一点点啊，调浓一点点，因为这朵花是颜色比较浅，所以我们把底色要调浓一点。好，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底色调成这个陈牛奶啊，比陈牛奶稍微浓一点点啊，比陈牛奶稍微浓一点这个底色。因为今天这朵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的颜色，它是稍微比较浅一点点。来看一下这个底色的浓稠度。来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截一下屏，没有截的截一下屏。3、2、1，3、2、1，好，就放到一边了啊，放到一边了。好，还要调颜色啊，调今天的这个颜色，铜黄、鹅黄、胭脂、交叉赭石。
来胭脂。好，这里交叉赭石。这朵花它是一朵这个什么？芍药啊，是一朵芍药。好，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哈，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调到多少就看我们的这个花的花瓣多少。花瓣小的话，我们就调低一点；花瓣大，我们就往笔上调高一点点哈。来调这个，先调藤黄，然后调一点点鹅黄，然后调一点点赭石哈，调一点点赭石，再调一点点交叉。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稍微的交叉多了一点点。大一点点可以的，花瓣大一点点，这个颜色是可以的。好，这个颜色可以了。我们这个颜色只是这个花的一部分而已。这一朵花它有3个颜色的层次，那我们这个只是中间的一层。好，我们来折一下中线的位置，找到这个中线的位置，这样我们好安排这个花的位置，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前面画，按照我们的构图，前面有一个瓶子，虽然前面这个瓶子我们不是先画它，但是我们要把瓶子的位置先要留出来啊，要把瓶子的位置先留出来。看一下这个瓶子画多大啊？大概看一下这个纸的面积，看一下这个纸的面积啊，看一下这个纸的位置，定一下这个瓶子的大小。好，来，大概先把这个瓶子的位置先画出来。沾一点点淡淡的墨啊，千万不要太浓的啊，沾一点点淡淡的，定一下前面这个瓶子。这个纸万一我们觉得这个纸太大了，我们待会儿不要画那么大。可以把这个纸再裁掉一截，因为要看着这个画面来啊。我们画比较现代一点的瓶子啊，比较平面，可以画的这个，到时候画的有一点点这个。好，把这个瓶子先画到这里放着啊，先放着，然后大概这边的这个瓶子的位置也先定一下，定一下大概的位置，要比它矮。好，到这里来吧。底下留一点点边啊。好，大概的一点点影子，待会儿因为这个瓶子大小，我们要先把花画了之后再去定。现在只是定一个位置而已，定一个位置。我们现在先画花啊，先画我们的第一朵花。好，先在这里画第一朵花。
在这个地方画第一朵花，不用画太大，亲爱的家人们，稍微画小一点点啊，稍微画小一点点。画小一点，我们可以多画几朵花，画太大了就画不了太多花。好，圈一个圈啊，我们可以先圈一个圈。好，压一下这个纸。好，我们开始啦，亲爱的家人们，来藤黄、鹅黄，然后调一点点赭石，调一丁点焦茶就可以开始画了。那这一朵的话，我们先开始画这个黄色的这一部分啊，还是碎花瓣。这朵花是一个什么形的？看到这朵花的家人们是什么形的？刚刚说像奶奶的这个卷发啊，怎么画呢？那我们要画的时候，我们用笔要把它更放松一点点啊。好，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加一点点深的啊，加一点点比较深的颜色进来。好，这一笔的颜色没有调均匀啊。来看一下这一笔的颜色调没调均匀，我们再把它复一下笔，偶尔复一下笔啊。好像笔上有点干，因为刚刚又放了一下。笔上加一点底色，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呢，还是先补充一点藤黄，补充一点鹅黄，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不要太多了，不要太多了，亲爱的家人们。像老奶的卷发。像老奶奶卷发是不是很难画呢？我们画的时候就把这个用笔要更放松一点点哈，慢慢的越来越浅，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一点点的颜色，基本上是用这个黄色在画，黄色藤黄色啊，藤黄、鹅黄少一点点，藤黄稍微多一点，笔尖沾一丁点赭石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啊，不要蘸太多。来卷发，我们的笔，用笔也给扭起来啊，用笔也扭起来，放松扭起来，好不好？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碎花瓣啊，看不出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也看不出它的正反瓣，就是它就是一些比较碎的花瓣去。任意的去组合，调藤黄啊，调藤黄，不停的要去补充颜色，保持这个笔肚里面的颜色要饱满啊，不管是底色的饱满还是这个颜色的饱满，它都是要饱满的哈，亲爱的家人们。好像奶奶的这个卷发，你也可以卷起来呀，卷发你也可以把它卷起来，是不是？既然它像卷发的话，我们也把它用笔的话也可以把它卷起来，好不好？那这朵花又是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在画牡丹花的时候，不要只画一种哈，只画一种你就到时候你画的这个整个画面就很没有这个生机感，它就是死的画面，就是你一看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一幅画面这个花都是一样的，人家一看啊，行话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画出多一些变化，我们要有这个画理关系，要有这个画画的这个法则关系，让我们的画面更丰富，别人就没办法说你的是这个行话了，是不是？好，这个再复一下笔，因为刚刚的这个颜色没有调好啊。好，这边黄色的慢慢的是没有了，慢慢我们要加其他的颜色了，慢慢我们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加胭脂的时候，这个笔上的黄色我们还是没有洗掉的，没有洗掉，它有一点点黄中带一点点红，黄中带一点点红的这种感觉，看到了吗？加一点点胭脂色进来，慢慢的让它的颜色开始一点点渐变色，看到吗？
一点点变化啊。我们现在加了一点点胭脂进来，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已经在变化了，亲爱的家人们。少少的颜色啊，像这些颜色，浅色花瓣，我们调色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定要把颜色调少。它黄中带一点点红。黄中带一点点红啊。好，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然后又有几个这个稍微黄一点了，红中又带黄，它就是这样子的有变化的一朵花。芍药哈，芍药它就是颜色很妖娆啊，颜色很多变，有的时候一朵花里面可能有好几种颜色。好，这个是这一朵花正中间的这一部分啊，正中间的这一部分是比较偏黄一点，然后我们到上面呢，到上面的颜色又要偏红一点。那我们先来偏红一点的时候，我们先来补充底色啊。笔肚里面还有一点点黄色，有一点点黄色，我们不管它。好，我们来加一点点这个胭脂啊，加一点胭脂来画。好，我们接下来这朵花慢慢要用胭脂稍微多一点点啊。花瓣的话还是一样的，要多变啊，有一些这个大家说像老奶奶的这个卷发，我们也让它卷起来，来调胭脂，就用胭脂哈，不要用太多太复杂的颜色。颜色太复杂了，大家有的时候搞懵了，搞晕了，是不是？好，就调胭脂啊，就调胭脂，因为我们的这个笔肚里面还有一点点黄色。有一点点带一点点黄色，我们就让它在笔肚里面。好，看到吗？用笔要很随性啊，亲爱的家人们，不要太拘谨了啊，用笔要放松哦。而且这种画你一定要画快啊，画快，画太慢了，它可能就更加拘谨了。所以要练熟能生巧，亲爱的家人们。有些家人说，为什么老师我为什么画不成你这一样的？就是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回答你们是，你们不需要跟我画的一模一样的。你们写我不一定说要跟我一模一样啊，只要你们画的好看，都成立，你们的画面感都只要画的好看，都是对的，没有错的。画它不是速写题，它没有对错之分，亲爱的家人们，哈，明白吗？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只要好看，只要好看都可以的哈。好，这个上面这个笔肚摁下去一点，让这个上面颜色更浅一点点啊。基本上就用这个底色的颜色去画，这上面这个虚的花瓣更浅一点点。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笔肚里面底色没有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来调一点点颜色啊，调一点点颜色，我们越到这边，我们颜色让它越来越浅啊，更浅。补充一丁点颜色啊，这边更浅一点点啊，让它慢慢虚下去啊，让它更浅一点。我们一笔一笔的去画，一笔一笔的去点多一点笔触。这个笔触
它就是一个个的花瓣啊，就是一个个花瓣。那我们就这样子一笔一笔的去点，它都会有一个笔触。好，这一朵花，这个上面这一部分基本上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这边我们要再调整一下，来一些这个小的花瓣，让它掉出来、伸出来，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哈，加一点点。好，我们在底下画大花瓣呢，亲爱的家人们，可以底下画大花瓣呢，上面的这个球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笔上干呢，我们补充一点底色，用笔肚去蘸一点点这个底色，不要蘸太多了。来调一点点藤黄，调一点点藤黄，这边还有加一点点黄色的啊。好，这个花瓣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点点啊，往下延伸。好，这个碎一点的花瓣啊，碎一点的花瓣，然后蘸一点点红色，底下要有整有碎，有大有小。趁这个湿的时候，好，这里可以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肚里面的这个底色还是要充足啊！不小心滴了一滴这个底色进来。好，我们调一点藤黄，调一点藤黄，调一点鹅黄，藤黄鹅黄，这个是蘸了底色之后，调一点藤黄、鹅黄，调一点赭石，调一点赭石，调一点焦茶，来画一个大花瓣哈。我们先来画一个大花瓣，亲爱的家人们，黄一点点啊，黄一点就多蘸一点点这个鹅黄。好，这里来画一个大的花瓣啊，大花瓣直接让它包过来。好，直接一个大的花瓣啊包过来。但是这个边缘上这个颜色太深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覆一下，不要太深了。这里有一点太深了一点点。这个花瓣是这个花里面的这个大花瓣跟这个小花瓣它形成一个对比关系啊。然后我们这个花瓣是不是就这样没了呢？我们再蘸一点胭脂，把这个花瓣的边缘，让它的边缘又有一点点这个红一点点啊，让它的边缘又红一点点。好，这个是这个花瓣的它的一点小的特征。好，我们再蘸点底色，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好，刚刚说了这个花不要太大，不要把它画太大。然后我们现在后面的花瓣，我们就只蘸这个胭脂哈，只蘸这个胭脂，亲爱的家人们，就蘸这个胭脂。好，这个花瓣的话，就蘸一点点胭脂，画这个外面这一层的这个大花瓣。好，这里再来一层啊，再来一层。好，笔肚再加一点底色啊，再加一点底色。现在我们看它的花型是不是不好看啊？花型还是需要慢慢的去调整哈，亲爱的家人们。好，这里又来了一个大花瓣啊，这里又来一个大花瓣，来继续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补充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反笔来画，
反比来画这个大花瓣，一点点胭脂啊，环笔画，然后我们的笔尖再沾一点点赭石，笔尖沾一点赭石，然后再把这个花型让它里面带一点点黄色，又带一点点红色。好，然后花型的话，我们还要调整。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按照这个真花的这个，没有办法按照真花的这个一样的这个花型去画，有可能按照它一样的画这个花型，它可能就不好看了。所以都要自己经营一下它的这个花瓣的位置。好，蘸一点点胭脂，蘸一点点胭脂。好，这里这个重叠的地方里面加一点点深一点的。好，这个缺口里面我们再来加一丁点这个颜色，加一点点黄色，把这个缺口稍微补充一点点花瓣啊，稍微补充一点点花瓣。笔尖来一点点深色，调整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一朵花，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亲爱的家人们，这朵花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有点它黄色和这个红色，它有一点点区分的有点明显的地方，我们来一点点胭脂，把这几个花瓣稍微的扫一下下啊，扫一点点胭脂进来，让它的颜色融合的更自然一点啊，让上面的这个胭脂和这个黄色的花瓣，让它融合的更加这个自然一点点。这个花瓣本身也要加一点胭脂啊，但是刚刚我们加的太早了，它有一点点太湿了，加的有一点点早。来一点点胭脂哈，来一点点胭脂。刚刚我们这里不是加了一点点胭脂吗？就加的有一点点早，反比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让这个花瓣也是有一点点红啊，有一点点偏红一点点啊。好，这朵花就很快速的画完。像画这种花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快，亲爱的家人们，慢的话画不出来。你不要慢吞吞的，你画这朵花就画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就像老奶奶的卷发，刚刚有朋友说，像老奶奶卷发你要用笔要灵动，要随性，这样子它才画得出来它的这种感觉，知道不，亲爱的家人们？那这一朵的话是一朵这个绣球型的，我们旁边再来一朵好不好？来画下一朵花，看一下用什么颜色，配一下什么颜色好看呢？配一个这个红一点好不好？用这个玫瑰红和胭脂好不好？用玫瑰红和胭脂，在旁边画一朵，在它的旁边画一朵。画一朵这个侧面的好吗？来，正好找到一朵，我们画这一朵好不好看？让它深和浅的一个搭配。好，那就是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直接这里加一个玫瑰红就好了，直接加一个玫瑰红。这一朵花它是有一点偏包菜型的，花呢，那我们画的时候，这个花瓣就要稍微慢一点哈。那我们把笔洗一下，这朵花可以不需要什么底色，
把笔的笔肚的前面洗掉，笔根的话有一点底色，我们就留在里面哦。来，我们调玫瑰红哈，下一朵我们调玫瑰红，颜色可以调饱满一些，亲爱的家人们，颜色调饱满一些。好，我们调久一点，颜色一定要，你看，亲爱的新朋友们，有些家人们就是着急了，所以这个颜色没有调好。你看一下我调色调了多久，亲爱的家人们，我调了多久？调了多久的颜色？真的想要把这个花画好，你的颜色一定要愿意花时间去把这个颜色调好，好不好？然后笔尖去调这个胭脂啊，笔尖调胭脂。好，我们开始画这一朵花。我看一下在哪里啊？这朵花在哪个地方？不要画太高了，也还是不要画太高了。太高了，画到这里来，这上面这里的花不太好画。笔尖这个胭脂还是没有调均匀，它有一点点一条线，所以调这个胭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调。哎，这里这个纸有点不平，这里纸不平。好，这个胭脂不要把它调成一条线啊，这个的话还有一点点不够均匀，有一点点成一条线了啊。这里要小心，为什么这里只能这么慢？这是两朵花相交接的地方，我们不要遮住了，不要遮住了后面的这一朵花啊。后面这朵花它是不要遮住了前面这朵花，说反了。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没有办法太快了啊。该快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啊，没办法快你就不要瞎快，不然这个花没画好，颜色没调好，整体的这个呈现的这个效果也不好。好，再来叠加这个层次啊，这里笔上太干了，真的是干的不行啊，加点水吧，加点水进来，我用笔尖去蘸一下水就可以了，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加水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笔尖去蘸水就可以了，好，让水分多一点，好画一点点啊。它这边它不是一整朵，所以说它还是没那么好画，有的时候不太好把控。如果是整一朵花的话还更好画。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点胭脂，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调到饱满一些哈。好，这个是中心的地方，到这个花心的地方，越是挨着这个花心的地方，这个颜色越来越深一点啊，颜色越来越深。好，不停的去补充颜色，补充玫瑰红，补充胭脂。好，我们让它成一个包起来的一个状态啊，这边成一个包起来的一个状态。中心的地方颜色，把胭脂多调一点点啊，多调一点点胭脂，这里就补充一点水，用笔尖去蘸一下水就可以了，或者是用你的小勺子勺一勺水在你的这个笔肚里面，都可以，蘸玫瑰红，蘸胭脂。好，我们先把下面这一朵花，这个花瓣画了。
下面这个花瓣我们先画一下，找一下它的位置啊，找到它的这个位置，因为下面不只是一个花瓣。这下面它不只是一个花瓣，几个花瓣把底下的先找到它，大概你想要画多远，把这朵花画多大，先把位置先定一下，先把位置定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其他的花瓣。这个不要超过这个花瓶，花瓶在前面啊，亲爱的家人们，这一个花瓶也是在前面，所以一定是要小心一点啊，一定要小心一点。这个确实不太好画，慢慢来。这个花瓶也在前面的位置，来补充一点胭脂。好，补充一点水，可以用这个花型，我们再来调整哈，亲爱的家人们，补充一点水在笔肚里面。花型现在颜色也没那么好看，花型也没那么好看，但是我们后面再来调整它。来，接下来我们就是调整它的花型的时候，笔上补充一点点颜色，不要太多了。这个地方又是要小心一点啊，因为它是在这一朵花的后面，所以我们要把前面这朵花的位置先留出来。好，来调整花型啊，调整花型。点出它的花型来，点出这些花瓣啊，这些虚的花瓣我们直接用这个笔去点，可以加一点点底色，浅的地方可以让它更浅一点点。啊，这个笔尖太深了，不行啊。这个花瓣它是因为在这个后面啊，在这个瓶子的后面，所以有一点点不太好掌握，有一点点不太好掌握。好，这个花型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它不是一朵主要的，不需要把它画得太仔细。当然，我们的花瓣与花瓣相交集的地方，这些地方还是要把它整理一下啊，整理好一点。
回笔一下，有些地方回一下笔。不要太多回笔啊，回一下笔。好，这一朵就很快的。来看一下下一朵啊，下一朵。来看一下，找一下下一朵的位置啊，找一下下一朵的位置。也可以先画几片叶子啊，先画几片叶子，然后再画下一朵。这上面也可以再画。我们可以先画几片叶子，或者是我们把叶子的位置留出来也行呢。这个的话，我想一下画什么颜色的叶子。画这个3青色或者是3绿色，3青吧，来一点3青。好，来先画几片叶子啊，先画几片叶子，来一点点这个黑色和这个3青一起，把黑色和3青放在一起调和一下。因为光是直接是3青的话，它的颜色可能会太亮了，太鲜艳了。来笔尖蘸这个黑色啊，笔尖蘸黑色。我们先画几片叶子啊。好，伸出来可以伸长一点，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也要有大小变化，不要都一样大。好，注意这个颜色的这个层次感。好，蘸一点这个蓝色，蘸一点笔尖，蘸一点墨。好，这里这个颜色，这一片叶子是露出一半呢，露出一半，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笔尖还是要蘸一点黑色。好，这里来一组叶子，我们看一下哪里要再来一组叶子，可以先画上。这个地方掉一点点啊，掉一片叶子出来。蘸一点这个3青，蘸一点墨，画宽一点啊，这个叶子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一片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再加一遍吧。但是一定注意哈，它在这个瓶子的后面啊。我们这一组，我们虽然说没有画，先画这个瓶子，但这个瓶子在我们的画面设计中，它是在后面啊。好，这里来2片叶子啊，这里再来一片吧。只是说它这里露出的比较少，露出的比较少，在这个花的后面被遮挡了，有一些在这个花的后面被遮挡了。沾一丁点胭脂，这个画一点点这个叶柄出来。好，我们再从花的后面再去画叶子，这上面再来加一组叶子啊。上面这里再来加一组叶子，我今天是坐着画叶子，平时画叶子都是站着的，坐着画叶子，我不知道这个叶子画的怎么样啊，因为看不到。家人画叶子一定是要站起来啊，坐着真的是看不到你的叶子画成啥样都不知道。
好，这几组叶子就先这样哈，先画几组叶子，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画后面的，继续。这里画一朵，这个不要画太大了。现在接下来画主要的主花还是这一朵，接下来我们就画一些花苞，小半开的或者是花苞之类的。好，这里画一朵花苞吧，这里画一朵花苞，还是用一样的颜色哈，还是用一样的颜色，还是用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来画。胭脂没有了，我们再加一点胭脂。胭脂没有了，我们再加点胭脂进来。好，还是站起来看一下。等一下勾一下叶茎吧，这几片叶子先勾一下，把这几片叶子先勾一下叶茎，不然等一下太干了。好，来先勾一下叶茎。好，我们来画下一朵。下一朵我们颜色就浅一点哈，用底色，把底色我们再调一下，加一点水，因为我洗了一下笔里面是有很充足的水分，然后直接去调这个底色，把底色调稀一点，我们再画这一朵，还是一样玫瑰红和这个胭脂。那这一朵的话，我们的颜色浅一点点，你这个黄色也可以调一点进来也没关系。先调这个玫瑰红，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胭脂，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来画。好，我们来继续来画一朵这个，这个是什么？半开的好不好？继续画一朵半开的。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可以一笔一笔的画，多一点笔触。画这个侧面的啊，侧面的花瓣，让它笔尖不停的去补充颜色，让它慢慢的包起来这种感觉。那这个画的时候，我们越学到后面，我们画的时候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更加用笔更加随意一点点啊，就不要太拘谨了。刚开始学的时候，大家按照咱们的基础里面，你们都有哈，咱们课程里的基础很多，有60-70节都是在讲基础。所有的新朋友，你们学习的前面一定是要把基础打好，你自己做到心中有花之后，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画这朵花，明白吗？做到随心所欲的去画这朵花。我相信每个人，你们只要认真的打基础，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的。好，这个底下的颜色要更深一点哈。
好，一层层的这个颜色啊，因为我们这个又是一朵这个包起来的，那这一朵就要浅一点点，有颜色的这个变化，深浅变化。就我们这一幅的话，没有把它画得很鲜艳，没有画得很鲜艳，把它画得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好，继续包起来啊。胭脂色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稳的一个颜色。好，来补充这个正瓣、反瓣里面，所有的反瓣里面补充正瓣，我们可以多调一点点胭脂进来。多调一点点胭脂，让这个花瓣中间的这个颜色更深一点。好，补充这个正瓣啊，补充这个正瓣，这个底下这个颜色更深一点啊。来，笔尖再来一点胭脂，再来一点胭脂。这个小小的侧瓣里面也要补充一点花瓣进来，补充一点点小正瓣出来啊。好，这个包过来，让它包过来，后面一个包到前面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点胭脂。看一下这个花瓣需要多大，我们就画多大。好，现在笔上干了，干了，我们来补充一点点底色，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就可以了。好，这里它伸出来一个花瓣啊，肯定比较随意一点的去画，比较随意一点点的去画。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来笔上干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蘸一点玫瑰红，蘸一点胭脂，蘸一点玫瑰红，蘸一点胭脂。看看这个花瓣需要多大，可以在这里也露出一点点啊。可以在这底下也露出一点点这个花瓣的颜色，让它感觉盛开、掉下、反转过来的花瓣啊。好，这朵花是胭脂偏多，我们现在已经画了3朵了，啊。看一下这后面，这里再来一点点啊，再来一朵，这里再来一朵，这个地方再来一点。
这个地方再来一朵偏紫一点点，偏蓝偏紫一点点，加一点点紫色吧，加一点点紫色，加一点紫色，再来画一朵，在后面啊，还是来加一点底色，调一点点紫色进来，调一点点紫色，然后调一点点这个胭脂。那这一朵的话，它也是露出一点点出来，没有办法画整朵花。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颜色的区别。那这一朵的话就偏紫一点点，调紫色，然后调胭脂。调紫色和胭脂啊，特别是这个花与花衔接的地方一定要小心。紫色，然后调这个胭脂。好，中间的这个地方稍微的颜色深一点点啊。颜色可以用笔可以更随意一点点。来蘸一点底色啊，蘸一点底色，调一丁点紫色。这个是中心的花心的地方，颜色稍微深一点。好，蘸一丁点胭脂，笔上加一点点胭脂。好，这个一半的这个花，半朵的这个花可能就到这儿吧。这个花瓣把它加长一点点啊。上面这个花瓣再往上来一点啊，点一些这个虚的花瓣进来。好，这一朵在后面的朦胧一点的感觉，不用把它画的太清晰，这一朵也好看是吗？我看一下这一个怎么配景了。这个我们先配一下景好不好？我怕待会儿这边的没地方画了，我们先把这个花的颜色先写上去吧。又加了紫色和玫瑰红两种颜色，没有加太多颜色了，就是紫色和玫红。花的话加了紫色和玫红啊。第一朵，第二朵，二朵是这个玫瑰红和胭脂。第三朵就是紫色和胭脂。好，这个是颜色。好，我们先把这朵这个地方我们画一点百合上来，好不好？画一点百合，因为长了，这里画花位置也太小了。